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宫里吗？以前中秋节，你不是最爱吃母妃做的这个吗？我就给你带去。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没事，可能我命里就和这天牢有缘吧。你要是今晚没在牢里，我们可以一起放些孔明灯，给林家的叔叔伯伯们祈福。那拜托你了，顺便也为我放一个吧。云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。别再动不动就戒欲了，你好歹也是个皇子，原来我许灵儿也还会有别人，不耽误你争夺这个天下。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？云哥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？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不会将太子之位拱手让给莫云起，更不会远离京城来了却余生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得知他那样对你的时候，我有多心痛？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恨不得替你在牢里受尽折磨。是啊，我是想要这个天下，但我和那个人渣不同。我争这个天下，是为了给你一个可以安身的家。如果没有你，这天下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手链是我娘留给我的。小时候玩家家酒扮你的娘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有来生，你我二人做一回真夫妻吧。不用下辈子，这辈子就可以。别说傻话了，神卦命算，你无法逆转。即使如此，那更加容易。这病你得细品。殿下，心疼吗？是你干的吧？我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。殿下，难道您不应该感谢臣妾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就毁掉。只有臣妾才是最在乎你的人呐。也好，他死了，我们也解脱了。时辰已到，点火！灵儿，怎么回事？启奏圣上，这祸国妖女已经死了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刚才这几声雷鸣，定有蹊跷。今日风和日丽，可偏偏在要处死灵儿点火之时，响起了几声雷鸣。这定是上天在警示我们灵儿之事有冤情。九王爷说笑了，太卜之旨乃是通晓天意。这祸国妖女就是许灵儿，方才的雷鸣正是上天在镇压妖邪，要不然怎么一阵雷鸣她就死了呢？九弟，事情变成这样，我们也很难过，但事关江山社稷，还请你节哀呀。啊！你是人还是鬼？灵儿见过陛下，
你怎么又活了？刚才一阵雷鸣，将臣女的灵魂带到天上。天神说有话要转告给您。你见到天神了？他让你转告朕什么？禀陛下，天神说臣女乃天命之女，是要造福社稷，不能留在天神那里。他需要一位修为高、通天意的人去服侍他。哦，谁呀？他。你胡说！如果臣女再胡说，早就一命呜呼了。怎么现在又能出现在陛下面前呢？父皇，刚才太卜说自己通晓天意，那更是侍奉天神最好不过的人选。你们，既然天神都……灵儿，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灵儿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有多难受？我好恨自己没能和父皇据理力争，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您言重了，都过去了，臣女没事。殿下，您来这里，娘娘不会多心吧？我不想她觉得宫中事事都和臣女有关了。这是何意？我不太明白。你比那个太子妃懂事多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看来慕云奇为了得到你，真是下足了本儿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偶尔还是会头痛。幸亏有医生的还魂丹。你怎么知道那天光打雷不下雨的？在幽州的时候，没事就喜欢观察天象，看着看着也就会猜了。对了，慕云奇这么多年来构陷朝中重臣、结党营私的桩桩件件，我都已经列好了。你要不要来看看？所以你早就计划好了。是，但那天老李我说的，那天老李什么都没说过，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找证据了？是，我打算亲自去找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还是我去看看吧。东宫我待得久，我对那里比较熟。云哥，我真的不能再让你冒险。我林家的仇当然是我来报，只要能报这个仇，冒多大的险我都没有关系。好吧，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。那天老李说的这辈子，我可没答应呢。谁？九弟，灵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殿下，其实灵儿是想来和殿下借幅画。灵儿也喜欢看画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家父生怕我再给殿下惹麻烦，也不怎么让我出门了。其实灵儿进来只想看一幅画，寻遍了京城都没有找到，刚好听王爷说殿下这里有，所以想着能不能借来看看。九弟呀，还是你消息灵通，本宫知道了，这就给你拿。是这幅吧？谢殿下。开心吧？拿回去看吧。可是我现在就想看了。既然灵儿现在想看，那就在这看吧。正好，本宫有点事儿，去就回。谢殿下，殿下先去忙。
没事儿，我们把这个带上吧，日后用得上。九弟，九弟，哎呀，皇兄，你怎么进来也不打声招呼？九弟啊，这灵儿都要过门了，你就这么等不及？殿下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总是这么轻浮。灵儿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生气就不好看了。刚才看殿下行事匆匆，可是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真儿回堂右相府，我去送送。对了，画儿看的可还行？好极了！我看殿下这里有好多画，灵儿以后可否经常来接画呢？当然了，最近本宫忙于朝政，没能管上你，你可怪我？殿下为国担忧，灵儿怎么会怪你呢？还是太子殿下要自己注意身体才好。那个，皇兄公务繁忙，我和灵儿就不多打扰了。等一下，灵儿，画。徐震，